同学们好，在前面一节课里面，我已经详细的为大家讲解了智能式电冰箱管路系统整体加压的测试方法。我们通过整体加压加10个压，观察6个小时，就是测试6个小时之后我们没有发现这个表10个压力指针没有下降。在这个时候我们接上机压表，通过真空棒抽成真空之后加制冷剂。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指针已经下降了，不管是下降到8还是5，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冰箱管路系统它有漏，究竟是在高压漏还是在低压漏我们要通过分担试压才能够找到究竟是高压漏还是低压漏。我们看这个黑板，无论是高压漏还是低压漏我们要将管路系统给它分成2部分，单独加压测试。我们整体加压是加的是10个压，将它分担之后蒸发器属于低压部分，我们加10个压力。而高压部分它因为在工作的时候高压的压力是很高的所以我们冷凝器高压部分这边加压的话，加12到15个压，一般的我们加15个压的可以。究竟怎样分担？我们要通过割刀将高压部分和低压部分要分担。首先将毛细管和过滤器在这个地方减淡，将这里减淡。另外将高压排气管与冷凝器连接的这个地方用割刀割断。低压吸气与蒸发器连接的这个管也将它切断。切断之后，我们要用我们修冰箱的工具焊枪，首先将过滤器这个地方封口，毛细管这个地方也要封口。下一步我们就是将冷凝器简单的这个口这里接上针阀，将这个针阀接在这个管子这里，用焊枪焊起来。另外我们用另外一个针阀焊在蒸发器切断的这个管口。下一步要用2个高压表我们在维修的时候1个高压表是不够的，要用2个高压表。与表对应的这一根管它是直通的，接到冷凝器我们焊在这个针阀上面。与表阀对应的这个管接到真空棒高压排气旋钮就是我们的管口的旋钮扭紧，然后给真空棒通电，给冷凝器进行加压。我们说了加到12到15比如说我们加到13，你就加到13.5，加到13.5然后将真空棒断电，
迅速的光滑。如果表针在13.5，我们呢将这一根管，黄色的这根管从真空棒的高压排气口呢取下来，松一下表阀，松一点点啊，让表针停在13这里。我们要它是一个整数，它漏不漏的话，我们看得清清楚楚。这是呢我们的冷凝器通过施压，还要通过毛巾加上洗洁精，我们搓的泡沫呢检测这些接头啊有没有漏。这是冷凝器施压。蒸发器施压呢，我们呢也是将这个表对应的这根管啊，另外一块表啊，接在这个蒸发上面。这根管呢也是接到真空棒高压排气，然后呢给真空棒呢通电，让表针只在10.5，只在10.5，然后呢将真空棒淡电，将这根管从真空棒的高压排气口呢卸了。卸了之后，我们观察这个压力，这个压力如果是10.5的话，或者是10.2，我们呢松一下阀，让指针停在10的位置。然后呢，我们要用湿抹布、毛巾，用洗洁精搓泡，搓成泡沫啊，然后来检查这些接头和这个接头有没有漏。如果没有漏的话，我们两块表呢接在上面，过6个小时啊。如果这个冰箱别人不等不要的话，你可以试更长的时间，12个小时、24个小时都可以。然后呢，再观察这个表有没有下降。我们说了，整体下降，它如果有漏的话，那肯定高压和低压有一个有漏的。我们通过观察这两块表，它的指针、它的压力有没有下降。如果蒸发器有漏的，我们呢可以将冰箱的背部打开，泡沫挖了之后呢，看能不能找到漏的地方。另外呢，不愿意开背的，因为开背啊花很长时间，我们呢也可以在内部盘管加蒸发器。如果是冷凝器漏的，我们呢在冰箱的背部加一个丝管式的冷凝器，固定在冰箱的背部。刚才我们讲到啊，这个蒸发器如果有漏的话，我们开背之后，如果能够发现明显的漏的地方，我们呢进行补漏，将管子穿孔的地方呢给它进行补漏。一般的在五金店买那个容器胶啊，两种进行混合之后调了之后呢，要把这个管子漏的地方给它刮干净之后，然后呢再涂上去进行补漏，最后将冰箱的背部的泡沫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发泡机呢进行发泡之后，将背部给它封起来。如果找不到漏的，你又不愿意挖这些泡沫，因为我们挖了泡沫之后呢，还要进行发泡的，也可以呢在内部呢进行盘管。一般的冷凝器呢，我们都是在外部呢加一个丝管式的冷凝器。最后，我们将冷凝器装好了，蒸发器盘管或者是补漏补好了，我们呢要更换新的过滤器，这个干燥过滤器啊，
我们在维修的时候呢，必须要更换一个新的干燥过滤器，将它焊接好，将这些管子全部焊接好了之后呢，然后接上低压表、抽真空加制冷剂。